非有消息，海南航空的 B-223号客机4月5日至北京转赴海口，至今没有载客飞行。它被怀疑已经退出了运营系列，要不了多久就将交还给外国租赁商。如果消息属实，这将是我国首次退役波音这款现代化大型宽体客机。这也说明海航走到了南航之前，率先成功处理了这颗烫手的山芋。海航本次退役的 B-223号具体型号是波音 787-8， 是787家族中最短小的一个。完整的787家族还包括787-9和-10。现在787-9在中国极受欢迎。波音787-8于2011年开始投放市场，航程约15700公里，标准3舱布局223座。由于大量采用新型技术和复合材料，波音787非常的省油，市场竞争力比较强。但是随着后来787-9和-10两款机型的价格下降，以及民航市场在疫情后越来越红火，人们越来越感觉787-8的客座数太少，经济效益不太好。今年空客的 A321XLR 投入市场，最大可载客240人，与787-8相当。A321XLR 能够飞8500公里，油耗却只有787-8的一半，因此787-8就更不受欢迎了。2011年中国的民航业正非常红火，那时订购了一些787-8，主要集中在南航、海航和厦门航空手里，分别有10架、10架和6架。2024年底，南航说准备出清787-8，随后不久，海航说决定处置9架自有的787-8，这样都等于是灭门，今后将只能指望厦门航空了。南航准备结过787-8的性命已经有些日子了，前不久还将它挂上了交易平台，但一直没有买家。波音787-8在全球现在都不怎么受欢迎，早期的787-8据说小毛病比较多，更加不容易出手。相比之下，海航决策或许更为灵活。有人说，海航集团旗下的香港航空目前运力短缺，787-8会被转给香港航空使用。波音787-8并非一无是处，除了省油之外，航程是它的最大优势。日本航空将老旧的787-8转给旗下廉价子公司拉链航空，布置了290个座位飞美国，效益竟然非常好。其实航空公司想要赚钱，最重要的是客座率，只要能够拉满，基本上所有的飞机都能够赚钱。南航现在已经将10架787-8从交易平台上下架，估计要过一段时间之后再重新挂上。这些飞机目前仍然担当客运任务。海航的10架787-8现在除了 B-223之外，还有 B-223栋和 B-259停放在北京，查不到飞行记录。总之，既然 B-223号已经飞到海口退租，估计其他9架787-8距离离开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。对于飞友们来说，海航可能很早就想抛弃这10架787-8了。早在5年之前，大家就发现海航的一些787-8褪色严重，显得比较破旧，然而却一直都没有补漆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